一口气看完恶魔果实觉醒设定，盘点海贼王13个果实觉醒者。大家好，我是朱来本。海贼王中最具魅力的设定之一，即是拥有各种神奇能力的恶魔果实。在最新的漫画中，贝加庞克已经说明了恶魔果实的起源之谜，来自人类起源进化的可能性，可以说是一种欲望的集合。那么，恶魔果实更高一层的觉醒境界又是什么力量呢？这期视频我们就来好好聊聊恶魔果实觉醒的设定，以及13个已知的觉醒大佬。恶魔果实觉醒目前在漫画中还是一股隐藏的稀有力量，单从人数来看，比霸王色霸气还要稀有。按照凯老师的说法，当能力者身心都足以与能力匹配时，就会引发果实觉醒。身即是指能力者实力达到足够强的水平，心应该是精神层面，就像果实来源自起源一样，当自己的欲望足够强烈时，才能引发觉醒。鬼岛决战中，一度战败濒死的路飞，就是因为那股想要打败强敌、守护一切的强烈意志，才重新站了起来，并敲响了解放之鼓的声音。最强的五党就此诞生。从觉醒后的能力来看，不同系别的果实也存在差异。超人系果实觉醒后，其能力能够对能力者自身以外的事物产生影响，例如影响周围环境，亦或者是改变对手的身体属性，效果相当多样。动物系果实觉醒后，首先是能够获得强大的生命力，身体变得异常坚韧，即使被多次打倒，也能再次恢复，俗称仰卧起坐。其次，觉醒后动物自身的特长将被放大，战斗力大大增强，外观也有可能变得梦幻，可以说是最适合搏杀的系别。而自然系果实觉醒后，可惜的是，目前漫画中尚未明确有自然系觉醒的能力者，但我们还是可以从一些线索稍微推测一番。当年赤犬和青雉在庞克哈萨德生死局大战10天之后，这座岛屿的气候发生了异变。庞克哈萨德原本应该是一座村岛，现在却变成了一半冰天雪地，一半岩浆烈焰，一直持续到了2年后。而另一名自然系海军大将，深生果实能力者绿牛，他的植物一旦在土地扎根，似乎也是长期存在，不会因为能力消失。所以自然系能力或许本身就存在改变自然的效果，一旦真的觉醒，可能就是一种地图修改器般的能力，可以持续影响或者说是永久改变了某个区域的自然环境。但是 G5 海军们还开了一句玩笑，登上这座岛屿就好像是被赤犬和青雉瞪着。不过虽然恶魔果实觉醒非常强大，但也伴随着某种风险。根据贝加庞克的说法，动物系能力者觉醒时，大概率人格会被剥夺，也就意味着他们虽然获得了觉醒的力量，但已经失去了身为人类的认知，只剩下动物的兽性。这种风险大概是因为动物系果实都有自己的意志，觉醒就是一种天人交战的过程，其他系别觉醒时是否会有风险，暂时不得而知。目前漫画正作加上尾田参与的剧场版，一共出现了13个觉醒能力者，我们逐个来看。明哥对自己果实能力的开发，堪称海贼王世界一绝，其想象力之丰富，招式之狠辣，都无愧于天夜叉和七武海之名。可惜碰上了王路飞，在德雷斯罗萨决战的最后关头，明哥拿出压箱底的果实觉醒之力，也是超人系觉醒能力的首次亮相。线线果实觉醒后，可以将周围的建筑物全部变成可供自己操纵的细线，从而使自己的招式威力大幅度增强。将地面全部变成细线后，可以剥夺对手的立足点，还能通过海量的细线编织出更加强大的防御网。必杀技16发神圣凶弹神诛杀，就是将数量惊人的细线拧成又粗又大的线柱轰击对手。卡塔库利的诺诺果实是非常特别的存在，在效果上曾经与橡胶果实非常相似，甚至大部分性能都超越了橡胶。同时因为身体可以像诺团一样随意变化，使得这颗果实一开始系别被定义为了自然系，后面又改成了特殊超人系。在卡尔强大的开发下，诺诺果实也完成了觉醒，效果与线线果实觉醒相似，能够影响周围的事物，将它们变成诺团，使得卡尔的招式威力成倍数激增。更骚的是，还能凭空制造出战斗力强劲的无双甜甜圈，堪称海贼王版本的浮游炮，每个甜甜圈内都能伸出一枚拳头，这谁受得了？专治各种不服。作为剧场版黄金城的 BOSS， 泰佐罗拥有非常强大的地利，他操控的世界最大娱乐城格兰泰佐罗，上面储藏着大量黄金。而泰佐罗本人的金晶果实能力，虽然无法凭空制造出黄金，但却可以自由操控黄金，意味着黄金数量越多，他的力量就越强大。所以金晶果实觉醒后，能力范围大大提升。泰佐罗可以感应到整座城市的海量黄金，并将它们集结起来，组成强大的黄金巨人。黄金本身的金属属性可以被利用来进行攻击而防御，还能够从眼睛中射出黄金神火，直接击沉超远距离外的军舰，真瞪眼杀。另一个剧场版狂热行动的 BOSS 巴雷特的合体果实看起来像是吞吞果实的上位，能够让无机物与自身融为一体，重新组合各种无机物形成强大武器。不管巴雷特在哪片战场，都会成为他的主场。能力觉醒后，合体果实的合体范围大幅度扩大，有金晶果实的味道了。巴雷特能够融合整座岛屿的建筑物、武器等等，组成体积堪比半座岛屿的超级巨人。曾经凭借这个力量硬刚屠魔令，但从能力效果来看，巴雷特和泰佐罗的套路非常像。就在我们一度以为超人系觉醒不过如此时，猛男们出现了。特纳南的手术果实一直非常神秘，51倍里的价值以及传说中的不老手术，都让这颗果实充满想象空间。手术果实可以制造出如同手术室一样的论空间，
能力者在这个空间内可以支配一切，实现各种不讲道理的斩切、组合，亦或者是位置交换。对于外科医生来说是极为方便的能力，但对于敌人而言则是非常恐怖的存在。所以罗的外号是死亡外科医生。能力觉醒后，罗可以将怒的能力负责在鬼泣刀刃上，使得剑刃变得超长，同时可以无损穿透任何事物。这个招式被命名为 Clone。此外，觉醒后罗还可以将论浓缩成小圈，包裹远处的敌人，并产生效果。招式名为 R 论，可以消除圈内的声音，亦或者是远距离实现斩切。可以说，一旦罗的能力觉醒，即便是霸气高手，也很难抵御来自体内的伤害。宁宁含泪控诉，明明是海贼王版的万磁王，但基德因为戏份较少，使得慈子果实也没有太多机会展现实力。终于在鬼岛决战中，让我们大饱眼福了一番。慈子果实可以自由操控磁力，进而操纵各类金属物品，组成强大的机械臂、机械魔兽或者是机械囚笼。理论上，各类机械都可以通过这个能力搭建，因而想象空间巨大。记得两个招牌技能，一个是用无数金属组建而成的巨大磁气魔人，另一个是用精密机械打造而成的电磁炮，可以喷射出强大的电磁冲击波。原本这个果实的缺点在于磁力无法操控金属以外的事物，但觉醒后，记得可以赋予任何事物磁力，即便是建筑物、人的身体也能够变成磁体，并吸引金属，使得基德突然有了一股极为强大的控制手段，能够限制对手的行动，配合其他攻击。这种物理规律层面的能力也是霸气难以抵御的。宁宁再次含泪控诉。海贼王中第一次出现恶魔果实觉醒，还是在推进成篇漫画544话，老沙公开了玉竹兽的能力秘密。这些看起来不太聪明却非常暴力的怪物们，其实都是已经觉醒的动物系能力者，包括米诺陶洛斯、米诺犀牛、米诺无尾熊、米诺斑马，以及2年后新加入的米诺吉娃娃，都分别对应着一种动物。它们不会说话，但都保持直立行走，同时也使用人类的武器和战斗方式，就像是动物系的人兽形态。但连我们还不清楚，为什么这些家伙都没有人类的意识，更像是一群会干架的动物。结合现在贝加朋克公开的动物系觉醒设定，他们应该曾经都是动物系能力者，只不过在觉醒过程中被吞噬了人格，只剩下了动物本能。如果再延伸一下，很可能这些玉竹兽都是曾经的 CP 特工，单恋的 CP 那里就有好几个动物系能力者。世界政府也许会筛选特工们的实力，但他们觉醒失败，就从一个铁饭碗换成了另一个铁饭碗，去推进城里看门。而一旦成功完成觉醒，获得了强大力量，就有可能晋升成为最高级别的 CP 肌肉，成为假面杀手级别的战力。就比如我们下面要介绍的这位猛男，号称 CP 内800年来最强者，史上最强最冷酷的杀戮兵器。罗布路奇在七水之都首次揭露身份时，逼格简直拉满，轻松干掉草帽团2名主力。司法岛一战更是差点让草帽一伙有去无回，以至于现在娜美、乌索普看到陆奇时还会非常紧张。在那个霸气还不明朗的版本里，动物系能力一度被低估，但陆奇的出现刷新了大家的认知。凭借动物的力量、速度，加上强大的6式体技，陆奇在近身肉搏战中相当强悍，就连路飞的橡胶身体最后都被打成重伤。觉醒后，陆奇拥有了无与伦比的速度，连贝加朋克都相当惊讶。同时，身体缠绕了如同梦幻一般的黑色烟云，逼格直接上升了好几个台阶。即便不出手，这个模样也是相当具有威慑力了。与陆奇兴奋的黑暗正义可以说是完美契合。路飞目前最强境界，实力强劲又充满欢乐的无胆形态。由于世界政府掩盖了这颗果实的真正名称，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这颗果实都被认为是超人系橡胶果实。但在最新的漫画中，贝加朋克已经否认了橡胶果实在恶魔果实图鉴中的存在，因而双系别的说法其实是不准确的。能力觉醒前，路飞就拥有了橡胶般的身体，可以自由伸长，同时利用橡胶的特性，可以免疫普通钝击、雷电伤害等等。而在能力觉醒后，路飞除了保留身体的橡胶特性外，还拥有了强大的自由度，独揽下的状态变得非常欢乐，更像个白痴。看似漫不经心，其实战斗力爆表，可以用各种不可思议的方式闪避对手的攻击，也能轰出带有强烈霸气，同时能够将对手身体像橡胶一样打穿的特殊拳头，可以将接触到的物体暂时同化为橡胶并加以利用，也能凭借更加强大的弹力变身成为擎天巨人，几乎可以说是无所不能。而当他耗尽力量之后，还能伴随着心脏跳动时发出的解放之鼓声音重新站起，开老师泪目。武党目前最强的招式只是堪比岛屿大小的巨型拳头原神枪，但既然这个形态拥有最高的自由度，说不定尾田还会脑洞大开，继续让武党开发出一些分支，类似四党、蛇人、坦克人等等。除了以上这13个明确的果实觉醒者外，知晓果实觉醒条件的凯多很可能也是一位觉醒者，只不过尾田没有明说。他与路飞最后对决时使用的火龙大锯，用炙热的火焰组成了一条超级火龙，如同海贼版的须佐，这可能就是觉醒后才有的效果。那么以上就是本期海贼王恶魔果实觉醒设定的盘点啦，我是朱爱本，下期见。